大家好，我是 Ses，我将在本系列视频中带你逐步理解并掌握虎鲸笔记的使用方法。让我们先从创建一个新的笔记库开始，选择新建库，输入名字即可。这里我们会用教程系列这个库来做演示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一些初始设置。如果要启用拼音支持的话，语言要选中文。日期与日志格式的设置可以参考这里，或者按照你的需要来定制。主题这里建议打开生动风格，主题色按照你的喜好来选择。编辑器这里的设置也可自由调整，我们这里保持默认不变。你可以为虎鲸笔记中的大部分命令绑定快捷键，你可以彻底移除快捷键或将其重置为默认值。如果有安装插件的话，它们会出现在这里，每个插件都有自己的配置项，请参看插件的说明文件。左侧的侧边栏有日历以及虎鲸笔记中最重要的几个列表，你可以随时将其收起或展开。常用的内容建议放到收藏列表中。除了收藏列表，还有页面列表以及标签列表。标签列表中有 APP 内置的一个 Reminder 标签。再让我们来看一下面板以及面板菜单。为了方便阅读，内容一般会限宽，但是有时又会需要用到更大的宽度，这时就可以切换到宽屏模式。使用拆分可以打开多个面板。拖拽面板菜单可以重新布局面板，面板的宽高也可以自由调整。点击日志标题可切换日志，也可点击日志标题两侧的箭头快速切换到上一天或下一天。这里我用快捷键关掉了除当前面板以外的其他面板。接下来我们以间隙日志法为例，展示一下如何使用日志来做笔记。输入斜线打开斜线命令菜单，用它来输入当前时间。输入井号来插入一个标签，标签不存在的时候可以直接创建右击标签，打开标签菜单，选配置标签。我们来给它一个图标。右击块前面的小圆点可以打开块菜单，你在这里可以找到块相关的各种操作。让我们看下在块下方插入的快捷键是什么，用快捷键来操作更高效。让我们来按照事件发生顺序继续做一些记录。这里我用 Reminder 标签建了一个提醒，到时会弹出系统通知来提醒我。就像你看到的虎鲸笔记的标签是可以有属性的。后面的视频里我们会重点讲解标签及标签属性，这里先简单带过。因为这是一个任务，所以让我来用快捷键将其转换为一个任务块，也可以通过快菜单来实现这个转换。李四是个同事，以后也可能会提到他，让我们来为他建个页面。注意按钮提示上的快捷键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来完成这个动作。鼠标指上去可以看到对应页面的浮动预览。其实这里我们不只建了个叫做李四的页面，还在当前块上引用了它。我们输入符号对页面进行引用，页面还不存在的话，可以直接创建出来。
点击引用链接，打开并聚焦到新页面中。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类似的故事，让我们来给它个标签。估时都是要关联项目的，因此让我们来给它创建个项目属性。每个属性都有一个对应的类型，这里我们选块引用类型，然后框定取值，范围为项目标签，也就是优先选项目块填充。现在让我们把项目 A 填充进项目属性，这个项目还不存在，直接创建。通过项目 A 的浮动预览，我们看到项目 A 被自动打了项目标签，这是框定了范围标签的效果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标签与页面列表，它们各自都已经有不少内容了，都是我们刚才在写笔记的过程中创建出来的。最后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收藏块，以便下次快速访问到它。你可以通过快菜单来收藏，也可以直接将块拖拽到收藏列表中来收藏。除了间隙日志法，我们也可以按照主题分类来做记录，这里快速展示一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采用其他自己偏好的记录方法。每一天，胡金笔记都会为你创建一篇日志。侧边栏日历中有小圆点的日子是有日志记录的日子，有提醒的日子的小圆点是彩色的。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点赞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。